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好，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当你听到科学跟宗教这两个词被摆在一起的时候，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诶，是不是那个天文学家伽利略被迫跪在教会前面，放弃他说地球绕着太阳转的理论？还是达尔文的演化论直接跟圣经的创世故事正面对决？这场倒了好几百年的世纪辩论啊，到今天不止没有停下来。我跟你讲，因为网络的关系，那个战火还越烧越旺。但你有没有真的静下来想过，这场冲突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科学证据跟宗教信仰之间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游戏吗？还是说，这中间其实有什么天大的误会，是我们大家一直以来都没看清楚的？今天我们就要跟着当代一位很厉害的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的思路来当一回侦探，把这个议题一层一层的剥开，把冲突背后那个真正的元凶给它揪出来。OK， 这是我们今天的探案路线图。首先，我们会先来看看这场辩论的主要战场到底在哪里。接着，我们会深入拆解两个最关键也最常被大家搞混的观念。第一个是世俗主义这个词，很多人听到就觉得很负面，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理清它之后，我们才能看懂科学方法跟科学世界观之间那条巨大却又常常被忽略的界限。再来，第二个混淆点就是大名鼎鼎的演化论，我们会把它像拆解乐高一样，一块一块的拆开，看到底是哪一块积木才是真正引发争议的。最后，我们会总结这场战争的根源，很可能根本不是科学本身哦，而是一些被偷偷塞进去的哲学附加品。这个附加品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被偷渡进去的呢？我们马上就来揭晓。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其实很多人不管他是科学的铁粉，还是虔诚的信徒，普遍都觉得科学跟宗教就是天生不对盘，八字不合，一见面就要吵架。这种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对吧？你可能在新闻上看到，美国的家长们为了学校到底该不该教演化论，在校董会上吵得不可开交。或者你可能在 PTT、Dcard 上看到无神论者跟基督徒的激烈比战，那个战文可以盖好几百楼。这种对立的印象可以说是深植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了。但这个冲突点具体来说到底有哪些？普兰丁格教授就整理出了6大主要战场。第一，就是科学常常跟一种叫做世俗主义或科学世界观的态度绑在一起，好像信科学就不能信别的。第二，也是最有名的，就是演化论跟创造论的对决，这大概是大家最熟的。第三，是关于奇迹，也就是上帝到底会不会出手干预这个世界，这跟科学家相信宇宙有固定不变的自然律有没有冲突？第四，是演化心理学，这个就有趣了。这个学科试图用演化的角度去解释人类所有的行为，包括你的道德感，你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甚至你为什么会有宗教情感。哇，那这当然会挑战到传统宗教的看法。第五，是用考古学、语言学这些科学方法去分析圣经，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叫历史圣经批判。最后是2种完全不同的求知态度，科学讲求的是证据，是大家都可以重复验证的东西，而宗教常常被认为是建立在无法验证的信心之上。哇，你看看这个战线拉得有多长，从宇宙怎么来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一路吵到我们该怎么读一本书，难怪这场仗打了几百年都打不完。不过今天呢，我们不会贪心到想一次解决所有问题啦，我们会专注在最根本，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前2个议题：世俗主义与演化论。OK， 在我们深入拆解之前，我想先把今天整个分析的核心论点直接放在这里，让大家有个底。普兰丁格认为，这整场大战其实并不是科学与宗教的正面对决，它的根源是来自于一系列非常关键的误解跟混淆。换句话说，
问题可能不是出在科学证据本身，而是出在我们如何去诠释这些证据，以及我们在科学之上又额外添加了什么东西。哎，记住这个关键字哦，诠释，这将是我们今天解开谜团的钥匙。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第一个要来拆解的巨大混合就是世俗主义这个词。当我们说科学是很世俗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词的定义是我们理解整个辩论的第一把钥匙，非常重要。我们先从字典定义开始，很简单 ，secular 世俗的意思就是指那些跟俗世、现实世界相关的事物，用来跟精神或超自然的领域做区分。比方说，你在整理你家的花园，你在修你的车，这些活动本质上就是世俗的。你不需要去祈祷才能把草割好，对吧？你割草就是把割草机推出去，你不会说，我来祷告一下，草就会自己变短，不可能嘛。所以割草这个行为本身是个世俗活动，这很直观，没什么问题。重点来了，普兰丁格在这里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分，他把世俗主义分成两种。第一种是针对某个特定领域 X 的世俗主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整理草坪，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用世俗的方法就够了，不需要求神问卜，这很合理。但第二种叫做纯粹世俗主义，它的野心就大得多了。他主张我们应该用世俗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生活领域，人生中没有任何一个部分需要或应该去参考所谓的超自然力量。这个差别真的天差地远。一个就像是你工具箱里的一把螺丝起子，你修电灯的时候拿出来用，很方便，很有效。另一个呢，是有人跑来跟你说，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所有问题，从修电灯到你的人生规划、你的感情问题，通通都可以用这把螺丝起子搞定。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有点走火入魔了，对吧？这就是那个巨大的差别。好，延续刚刚那个工具 versus 世界观的思路，我们来进一步厘清一个最核心也最常被大家搞混的概念，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跟某些人从科学衍生出来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张投影片真的超级重要，大家可以截图记下来。左边是科学家普遍遵守的一个原则，叫做方法论自然主义。它是一个工作的规则，不是一个信仰哦。他的意思是，当我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暂时假定没有上帝，没有鬼神，没有任何超自然力量的介入，我只专注在可观测、可测量的自然因素上。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研究框架，它让科学家能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这就像一个侦探在办案，他会先假设没有超自然力量介入，他只看指纹、监视器、物证。这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有鬼，而是因为鬼这个因素没办法放进他的办案 SOP 里面嘛，对吧？但你看右边，科学世俗主义，这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工作规则，而是一个对整个宇宙的信念。它直接宣称超自然力量就是不存在的。你看，从假装它不存在以便于研究，到宣称它真的不存在，这中间的逻辑跳跃简直是从台北101的1楼直接跳到顶楼那么大啊！这一步的跳跃其实已经跨出了科学的领域，进入了哲学的范畴，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跳过去了。普兰丁格用了一个很棒的比喻来解释这个谬误。他说，把科学本身跟科学世俗主义搞混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这就好像把音乐史这门学科跟音乐史就足以解释一切人生问题这种主张搞混一样。你的音乐史教授可能会跟你讲很多巴哈、贝多芬的故事，分析他们的乐理结构有多厉害，但他绝对不会跟你说，只要你懂音乐史，你就能解决你跟你另一半的感情问题，或是找到人生的意义，对吧？因为那根本是两回事嘛。科学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但它不是一个包山包海的世界观。好，简单整理一下我们第一个部分的重点。科学家使用的方法论自然主义本身是中立的，它只是一个为了研究方便而设下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对超自然是否存在做出任何宣称。但科学世俗主义这个世界观是一种哲学性的附加品，它把科学的疆界无限扩大，
宣称科学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不幸的结果。很多人因为反对后者那个带有强烈哲学色彩的世界观，就连带的把前者那个中立、务实的科学方法也一起丢掉了。这真的非常可惜。了解了第一个混淆点之后，我们来看第二个，也是战火最猛烈的地方——演化论。其实演化论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伞，底下盖了很多不同的概念，像是一个大杂烩。如果我们不把它们一个个拆开来看，就很容易陷入鸡同鸭讲、乱打一通的混战。普兰丁格就把演化论这个笼统的词拆解成6个独立的命题。第一，古老地球论，就是地球有几十亿年的历史，这点现在大概没什么争议。第二，进程论，生命是从相对简单的形式一步步演化到复杂的形式。第三，后代变异论，生物的后代会跟父母有些微差异，这就是遗传变异嘛。第四，共同祖先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追本溯源都来自同一个祖先。没错，你跟你家巷口的那根香蕉追到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是有共同祖先的，很酷吧？第五，达尔文主义，也就是天择，是推动演化的主要机制。最后第6个，自然发生说，认为生命最初是从无机物自然产生的。你看，当我们把它拆开来看，是不是就清楚多了？这6点其实科学证据的支持程度也都不太一样，它们是完全可以分开来讨论的。接下来这一点真的超级重要，可能会直接颠覆很多人的刻板印象。普兰丁格指出，一个相信有神的人，其实完全可以接受前面5个命题。为什么？因为上帝大可以透过这个长达数十年的演化过程来创造世界啊，对吧？他可以设计这个天择的机制，在关键的时刻引导物种的突变，让整个过程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前进。所以演化的机制本身跟有神论是没有直接冲突的。事实上，像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前院长 Francis Collins， 他既是一位顶尖的基因科学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就公开表示，他认为演化论就是上帝创造生命的方式。这证明了这不是一个纯理论的空想，而是真实存在的观点。诶，那就奇怪了，如果冲突点不是演化论的科学机制本身，那大家到底在吵什么？为什么演化论会变成科学与宗教对决的代名词？真正的战场其实是在一个被悄悄加进去的哲学前提上。好，各位侦探，我们终于来到案情的核心了。这里我们就要来做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区分，那就是科学理论上的达尔文主义和被加上哲学诠释后的无引导的达尔文主义，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著名的生物学家理查道金斯在他的书《盲眼的钟表匠》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说，自然界看起来好像充满了精巧的设计，但背后唯一的设计师是盲目的物理力量。天择这个过程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它完全没有目的，没有眼见。大家注意到了吗？这里的关键词是盲目、无意识、没有目的。这些词其实已经不是在做科学观测了，这是在下一个非常强烈的哲学判断。布兰丁格分析了道金斯的论证他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逻辑跳跃。道金斯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去论证，我们没有不可反驳的证据证明生命不可能是透过无引导的演化产生。然后他得出了结论是，所以生命就是透过无引导的演化产生的。大家仔细想一下，这个推论的距离有多远？这就好比你跑去跟老板说，老板，目前没有任何不可反驳的证据显示你不可能帮我加薪5万块然后你就直接跟人资说下个月薪水多5万，你觉得有可能吗？你老板大概会请你明天不用来了吧？对啊，从不排除可能性直接跳到这就是事实，这中间的鸿沟比马里亚纳海沟还要深啊。另一位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也抱持类似的看法，他直接说，达尔文思想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他告诉我们，整个生命世界都不是上帝设计的，而是一个完全没有心智，像演算法一样的盲目过程，从混乱中创造出来的。
你看，连丹尼特自己都用危险这个词，这就代表他非常清楚，这个思想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于它背后的哲学意涵，而不只是科学机制本身。所以，我们整个分析的精华就在这张投影片上。左边，达尔文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理论，它只说明天择是演化的主要机制，这是一个科学的陈述，本身是中立的。但右边无引导的达尔文主义则是一个哲学性的附加品，它在科学理论之上又加上了一个形而上的宣称。这个过程是完全随机、无人引导、没有任何目的的。一个相信有神的人可以100%地拥抱左边的科学理论，但绝对不可能接受右边这个哲学附加品。而真正的问题就出在太多人，不论是科学家、无神论者还是宗教信徒，都把这两者直接画上了等号，认为接受了科学就必须全盘接受它背后的无神论哲学。好，经过刚刚层层的拆解，现在我们可以来做个总结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看似水火不容的冲突，其真正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根据普兰丁格的分析，真正的元凶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两个关键的混淆。第一，是把科学家做研究时那个中立的务实的方法，错误地等同于一个宣称超自然不存在的全盘性的世俗世界观。第二，是把达尔文主义这个描述天择机制的科学理论，错误地等同于无引导的达尔文主义这个充满形上学色彩的哲学宣称。说到底，这场战争的火药根本不是科学本身，而是那些被偷偷塞进科学包裹里的哲学走私品。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如果普兰丁格的分析是对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哲学上的混淆，而不是科学事实本身。那为什么科学宗教大战这样的叙事，直到今天仍然这么有市场，这么深入人心呢？这背后是不是有更复杂的文化、社会或心理因素在驱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还要更复杂，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想一想。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透过哲学家普兰丁格的视角，拆解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我们发现，冲突的根源可能不是科学本身，而是两个关键的哲学附加品。第一，是将科学的方法误解为一种排斥超自然的世界观；第二，是将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一个宣称演化无引导、无目的的哲学诠释混为一谈。厘清这些概念，或许不能马上终结辩论，但至少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大家到底在吵什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